皇上，伤好些了吗？朕赏你的药，可涂了？多谢皇上，奴婢都涂了。难怪古人都说，要让闺中少女来磨墨。红袖添香，自然是一种乐趣。但也唯有你们，才能够用力适度，磨出不涩不枯、带光泽的墨汁来。皇上夸奖了，奴婢不过是为贤妃娘娘。哦，不，是为贤贵人磨墨久了，熟能生巧而已。奴婢失言了。是吗？朕喜欢听你说话，更喜欢你的熟能生巧。奴婢笨笨的，怕说错了话，惹皇上不高兴。怎么会？你说的话，朕都喜欢听。皇上不觉得奴婢是被主弃信之人吗？只要你不忘本心，没有人会觉得你被主弃信。皇上，何事啊？皇上，景阳宫来报，宜贵人产后失调，已经薨了。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去通知皇后，追封宜贵人为宜嫔，一切的丧仪按嫔位来。这宜嫔娘娘真是可怜，孩子没了，自己也红颜早逝。幸好嘉贵人有了身孕，在真祥馆养得好好的，皇上后嗣有望。你总是惦记着别人，那你自己呢？皇上打趣奴婢呢，奴婢有什么好惦记的？还说你不惦记着，连朕喜欢吃什么，你都记在了心上啊！皇上，朕打算封你为常在，封号为慎，嘉贵人晋为嘉嫔。从今往后，你就住在嘉嫔的启祥宫里。有皇上的眷顾，臣妾也不算是白活了一场。皇上，
这宜嫔就这么轰了？她家里的事情可安排好了？回娘娘的话，东西和银子都已经送过去了，娘娘安心便是。好歹也是主仆一场，她伺候过皇上，也怀过皇嗣。本宫在她身后多照顾一些，也是应当的。臣妾想着，有皇后娘娘顾念，宜嫔若泉下有知，必定心怀感恩。皇后娘娘，嘉贵人玉玺进封嫔也就罢了，可阿若算什么东西？也能封她为圣常在，还不是托她阿玛的福。这贵夺在你阿玛手下做事，阿若在宫中又格外机灵，正扑棱着翅膀在皇上面前飞呢。再怎么会扑棱，也只不过是个常在。臣妾便不信了，她还能飞上天去？翅膀怎么插进去的，臣妾就怎么给她卸下来。妹妹不必做这种无谓的担心，只要贵夺在你阿玛手下做事，你还害怕挟持不了阿若吗？还有，他身边伺候的人，尽可以是你安排的人。娘娘好心思。珠儿，嫔妾常在所处伦氏，给主位嘉嫔娘娘请安。不容易，转眼间就这般金尊玉贵了。嫔妾还不是沾了您的福气，若非当日嫔妾被罚得您相救，哪有今日？日后与娘娘同住启祥宫中，还请娘娘多多照拂。坐吧。你替皇后和贵妃除了贤贵人这个眼中钉，那是你自己的本事。你我缘分深厚，虽说本宫是这启祥宫的主位，但毕竟都是伺候皇上，以后大家都是姐妹，本宫自然会照顾你的。哪里是嫔妾的本事？谁让那乌拉那拉氏做了恶事，嫔妾才能帮着皇后娘娘正本清源，整肃宫纪。不过慎常在，你也要多为自己留心些，毕竟贤贵人是你的救主，若是哪日又复宠，让你回到他身边，皇上也未必会不答应。谋害皇嗣，乌拉那拉氏翻不了身。是吗？人在闭眼之前，谁知道谁爬不起来呢？皇上可是还念着旧情呢。你有出息了，好容易得来的荣华富贵，可别轻易把它丢了。那是。主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嘉嫔娘娘说了什么话，惹您不高兴了？她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。你去找个脸生的小太监，以御膳房的名义送一盘糕点给贤贵人。是。宫中有人得宠高兴，便有人失宠伤心。看这一回，玫贵人痛失龙胎，宜嫔母子俱亡，贤贵人也被降位幽禁，而这边慎常在一朝得宠，启祥宫那儿嘉嫔又得龙胎，个中的平衡之道，皇后，你好好掂量。儿臣会向皇上提议，晋玫贵人为梅嫔，以作安慰。好。可贤贵人那儿，皇上还一直未曾发落。他嘛，
只配褫夺封号，废为庶人。去冷宫待着，给后宫做一个活生生的警示。皇额娘圣明，只是儿臣担心皇上一时心软，会顾念旧情。皇帝固然是会顾念旧情，可是皇嗣不能白白枉死。这些道理，哀家会去跟皇帝说。你只需好好的安抚好六宫嫔妃便可。儿臣听从皇额娘的教诲，儿臣告退了。福家，昨夜里的那碟子糕点是你亲手结下的？是。蠢货，明目张胆地动起手来了。皇帝，你一直拖着乌拉那拉氏的事不处置，打算拖到什么时候？皇娘，总得再查查。证据不足，人证物证，害人的缘由，哀家瞧着是太足了。乌拉那拉氏谋害皇嗣，罪不可恕，理应即刻褫夺封号，废为庶人，终身幽居冷宫。皇娘，这样的处置会不会太过于仓促了？那还要继续查吗？查就只有2个结果。第一个，所有的事都是乌拉那拉氏所做，他就是罪魁祸首，何该赐死，株连9族也不为过。那第2个结果呢？有人谋害2位皇嗣，更有人栽赃，有人嫁祸，有人费心安排，有人顺水推舟，齐了心要让乌拉那拉氏背着这个黑锅去死。皇娘的意思是，儿子身边的人个个都有嫌疑。不可能，儿子不信。是不可能，还是皇帝你根本不能接受？别说这件事证据确凿，不算冤了乌拉那拉氏，便是真有冤屈，你也只能这么做。说了这么多，你还是不服？那好，哀家再给你看样东西。福家，把东西拿上来。在。皇上，奴婢拦下了一盘有毒的糕点，经查问，是盛常在叫人送去延禧宫给贤贵人的。他这是要赶尽杀绝。也难说。为了怕乌拉那拉氏反扑，自保也是一种说法。无论如何，这糕点都已经送到延禧宫了，就说明有多少人盼着他死。就算你把他留在后宫，又能保全他的性命多久？这么多铁证，如意翻不了身的。让他去冷宫吧。你越查得紧，越逼着人对如意下手。有时候啊，就是需要权宜之计，才能够以待来日。奴才，奴婢自知不活，今日便和小鹿子一样一头撞死在这里。皇帝，
有人拿一条命来告发贤妃谋害皇嗣，而且事涉嫡子，你就真的全然不在意了吗？人证物证俱在，贤妃她也无从抵赖。臣妾百口莫辩，只要请皇上明察，这一切臣妾都没有做过。这绝对不可能是姐姐所为，姐姐不是这样的人，她没有这样的心思。想开些吧，如意能不用被赐死，能不用被抄家灭族，能留着性命，就是万幸了。与你合适的人，未必是你所愿的；你必须做的事，未必是你愿做的事情。每一个决定，有它的所得，也总有它的代价。臣妾就按皇上的旨意，将永璜挪去钟粹宫，再将乌拉那拉氏移去冷宫。这样也好，眼不见为净，省得皇上想起了乌拉那拉氏便要生气。路走荒郊壮士追，蛙声紫色总男儿。拔山扛鼎新何报？尺剑辞追志不移。天下不闻歌楚歇，帐中唯见叹于心。是永璜吧？故乡三户中何在？千这孩子载乌江不喜悲。锦州，叫他进来。这。哟，大哥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您快起来，皇上传您了。儿子请皇阿玛、皇额娘安，请圣常在安。越发的没规矩了。永璜，皇子与公主、代庶母皆以娘娘相称，你对圣常在也不唤句圣娘娘，实在是疏忽了礼数。臣妾原是伺候大阿哥养母的宫女，大阿哥不肯按规矩称呼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儿子是母亲细心抚养，从未教坏过儿子，更未怂恿过儿子。今日儿子背诵的御诗，乃是母亲亲口教导。母亲时时刻刻把皇阿玛放在心上，怎么会残害皇阿玛子嗣，还请皇阿玛明察。乌拉那拉氏便是抚养了你，才生出了坏心，你实在不必为他求情。大阿哥，乌拉那拉氏疼您，只是想借您邀宠夺嫡，您被利用了，还蒙在鼓里呢。你胡说，就是你被主求荣，诬陷母亲，你会遭报应的。不得无礼！朕告诉你，也告诉所有人，以后你就由纯嫔来抚养，朕也不许任何人再为乌拉那拉氏求情。李煜，带他出去。大哥，请吧。可是现在，我恨你。35岁，我老公背着我，跟他们公司的财务总监，我的老同学秦山走到了一起。16年前，我也青春逼人，
现在青春不在了，我只剩下一肚子的怨气。我不能就这么过下去。秦山，我可以把我的老公让给你了。我现在放手了。林伟，你等一下，我有话还没说完。16年，我对你所有的爱，到今天都变成了恨。我必须要把这些都说出来，不然我会疯，会死。我不允许自己就这样被你悄悄抛弃。别怪我，用这种形式把你对我的伤害还给你。生日快乐！依莲，对不起，德总，扫您的兴。你们的10年的照片很感动，但结局没想到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对林伟的支持，我多多少少知道一些。我一直以为林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，有底线，有原则。最近公司有些传言，我都没信，可我不多说什么了，今后的路还很长。爸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不行，玉明儿，你进去，跟依林说呀，在林伟那儿啊说句软话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去给林伟认个错，行不行？不是爸，那我跟一凡呀，都已经劝过了，他俩那真是过不下去了。可他们不能离婚呐！你想想啊，以后依林一个人带个孩子，那怎么过呀？他是搞婚介的，他不会不明白这个小道理。玉明儿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是不是林伟在外头已经有人了？小沫啊，哎，是不是饿了？这姨夫啊，给你做饭吃啊。爸，来，你把东西给我吧。您要是累了，您就回屋呢歇会儿去。饭做得了，我
叫您。我妈怎么没回来？啊，你妈呀，我妈回来，只不过你妈呢，可能今天回来的会晚一点啊。姨父，我问你个问题。你说。我爸我妈是不是离婚了？你知道什么是离婚了吗？知道，就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，很严重。有多严重？就是非常严重。小莫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特别怕他们两个离婚呀？我不怕，因为他们离婚了，我还能见到他们。那你为什么这么问我呀？因为我怕他们见不到了。是不是没吃过姨夫做的饭呀？今天姨夫呀，好好的给你露一手啊！但是呢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一会儿咱跟外公吃饭的时候啊，在饭桌上，你呢得使劲的把菜跟饭呀都吃干净了，这样的话，外公才高兴，好不好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不是电话里跟我说要跟我谈小莫的事儿吗？那就谈吧。既然都说到这一步了，那咱们也都别藏着掖着了。只有一个要求，你让我把小莫带走吧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可能会把小莫给你呢？这个问题连想都不用想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。是，我是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。我只是觉得咱们俩分手以后，你一个人带个孩子太不容易了。家里的房产、现金你都可以拿走，我就只想把孩子带走就行了。你听说哪个孩子跟后妈在一起能生活的幸福呀？小莫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他从小到大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照顾。他已经习惯了跟我生活在一起，而且我们俩之间没有必要较劲，要想到孩子的感受。我不想让他因为这件事情改变他自己的生活环境。
过有一点你放心，你永远都是他的爸爸，这个我是清楚的。16年的感情，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。我知道，所有的错都在我，我活该。但是我真的一门心思的想回归这个家庭。我希望我们的生活还能像以前一样。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你会那么做。咱们俩之间起码的唯一的一点信任都没有了。我承认，那件事情是我的错，但是也不足以是能让你跟秦山走到一起的理由。行了，都已经过去了，别再说这些了。既然我们已经谈好了，也已经这么决定了，那咱们就痛快点儿，明天就去民政局把事儿办了吧。就明天。我先走了。你就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走了。哎，依林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不想听。那我送送你行吗？我向你保证，我什么都不说。10多年了，咱们两个终于在一起了。明天你就搬过来住吧。青山，不是都离了吗？怕什么呀？公司那边的同事，我想过几天也就忘了。咱们俩的事儿，公司上上下下几乎全知道。我们又在同一家公司，今后抬头不见低头见。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
觉得挺别扭的。其实我是想，我不辞职。让你失望了。我从来没打算过让你辞职。我话都没说完呢，你想都不想，你居然让我辞职。我也没想让你辞职啊。我们这个行业就现在这个公司最好，而且你现在已经做到我们这个区的销售总监了，往上还有总部。你辞了职，你去哪儿？有我的条件，我不愁找不着工作。你是不愁找不到工作，薪水有可能也不比现在的低，可是发展空间呢？你想过没有？你一进中小型企业，就会做到最高层的天花板位置，那往上还能去哪儿啊？你才30几岁，往后你还有20多年要奋斗呢，那以后怎么办？就守着那个天花板过20多年呀？让你走你舍不得，让我走呢，你又怕我今后发展不好，那你到底要我怎么着啊？我不是嫌你发展不好啊，我也不在乎你挣多少钱，但是我太清楚一个长期在天花板待着的人是个什么状态。我不喜欢那样的男人。深深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能够满意呢？我们都留在公司，一起做到总部。我这个人就这样，可能别人呢喜欢中高层的感觉，而我偏偏就喜欢后面还有一大段路要走。我想你也是这样的。我还以为我们今天要聊的，你要跟我谈的，我还以为是咱们今后怎么生活，咱们今后怎么过日子，没想你谈的全是这些东西。我不是江一莲，他能放下的，我做不到。青山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是真的爱我吗？我爱你呀，我当然爱你了。正因为我爱你，我才不想成为第二个江一莲，一个不懂得自我和婚姻之间平衡的女人，被沦为弃妇的故事，我不想再上演了。林伟，你为了我放弃10几年的婚姻，那你应该清楚，什么样的女人才能够抓得住你。你家那串钥匙也用不着了，就扔了吧。爸。乖吗？妈妈，我又快输了。小莫，棋不下了，去做作业去。你的事儿都办完了？办完了好，办完了就踏实了。从今往后啊，就带着小莫，好好的过日子。还是住回家里来，就像你们小时候一样，我给你们做饭、刷碗、收拾屋子。你们住回来呢，我这儿也热闹了。爸，对不起啊。我让您失望了。
不过您不用担心，我没事儿。跟林伟的事儿也不是1天2天了，我有心理准备。小莫，妈妈可以进来吗？宝贝，爸爸和妈妈今天分开了，以后就是妈妈带着你了，行吗？行吗？妈妈保证，以后能让你生活得更好。爸爸其实一直都是爱你的。如果你想到了，就跟妈妈说，妈妈可以带你去见他。你跟爸爸之间的事情，妈妈不会干涉，好吗？小莫，妈妈知道你很伤心，可你是个男子汉，妈妈不想让你哭。哎，老婆，正好那个妈呀炖了一锅那个汤，要不咱俩一块儿给你姐呢带点过去，正好周末了，咱带着你姐跟那个小莫，咱出去玩1天去。我爸给我打电话了，说让我先别过去，让姐先一个人安静待几天。那行吧，那他现在状态怎么样啊？还行吧，就正常呗。我怎么觉得他现在这样反而不正常呢？是啊，你说他最后也就闹了这么一下，前面也没见他哭，没见他发泄过，也就上回我去找他，他哭了一会儿，自己又给忍回去了。我真想让他好好哭出来。慢慢来吧。哎，你要不让妈把多出来的分一份出来，我给小韩送过去啊。哦，哎，正好啊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呀？
要不小韩那儿啊，你别老跑了，公司不是招了批新人吗？挺负责的。我现在啊，没那么忙了啊。你是不放心我去呢，还是嫌弃我照顾不合适啊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那个你多好啊，是吧？你心大心宽，体又不胖。我不是说嫌弃你，我是觉得实在是有点不太好意思了。没事儿啊，你不是说了吗？夫妻同心，那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，没关系啊，我去就好。不，你主要是那个你爸、你姐、小莫那儿呢，都有人照应着。你们家现在也是非常时期。你是不是不放心我去？那你去，我也不放心啊。要不这样，我把心掏出给你看看，好吗？不要，小韩都给我挑明了。跟你挑明什么了？就上回给他送饭啊，他跟我说你这边的车位他都已经预约了，我这后来得抢了他的位子。不是，那你怎么回答的呀？我能怎么回答呀？我跟他唇枪舌剑啊，他不是病人吗？我得让着他点。对，我觉得你做的太对了，真的啊。还有啊，千万别因为他惹你生气了啊。当然了，咱也不让他生气啊。放心吧，反正有我就行了，就不用去了。啊，你要非要去的话，我得跟着。那成，那今天咱俩就一块儿去啊。正好不是前2天做一检查吗？今天报告也该出来了，我跟妈说一声啊。怎么样？医生说呀，骨骼恢复得很好，可以不用戴护具了。你看看，神经也在慢慢恢复呢，太神奇了。挺神奇的哈。今天我们庆祝一下吧，去老地方吃个饭。我都问过医生了，可以适当的活动活动。再说了，我都好久没出门了，都快闷死了。这是我得去问一下大夫。我去问吧。来，车，你能帮我进去吗？可以吗，王太太？可以啊，你看这台阶儿，轮椅都上不去，抱进去呗。啊。慢点。哎，好嘞，来，我给你往前挪啊。哎，你们来了。老板。哎，老板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这个受了点小伤。哦，哎，你们俩好长时间没来了吧？结婚了吗？雨明结婚了，小韩还没有。哦。老板，点菜。好。老3样。来一个香里腊肉、宫保鸡丁，还有双椒鱼头。哎呦，双椒鱼头你吃不了吧？这太辣了。我给你点的，你不是喜欢吃吗？我吃什么都行。没关系的，再来2碗米饭，我半碗，你1碗半。再来2杯冰的酸梅汤，我把我的冰都给你。啊。好了，就这些吧。哎，别。那什么，你吃什么呀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因为之前总是跟他来，所以都习惯了。没事儿。你想吃什么？你们这热菜都已经点差不多了，那就再来个凉菜。泡椒凤爪，老板就这样去吧。好的，马上打。泡椒凤爪，这百爪挠心的，够酸的呀。我没事儿，我能吃，你是病人，你吃不了。好久没出来了，今天的阳光真好。是，挺好的。
一会儿我们去旁边的小公园吧，就是以前我们经常去的那儿。你们聊，我先去趟卫生间。他不会生气了吧？应该没有。马静，听我吐槽。我一点一泡就凤爪，结果他在那边说什么？哟，百爪挠心啊，够酸的呀！哎，你说他什么意思？百爪挠心，这真说到你心里去了吧？什么说我心里去了？他就这样，老抓着我要爆发的临界点。你可千万不能爆发，你这一爆发就成泼妇了，这吃饭的都没了。我知道，我说这种人真是太难对付了，老扎着我，我还没法回我。那人家也是见过世面的，好不好？刚吃饭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在那边说他跟王宇明以前那点事儿，以前吃什么菜，还说什么一会儿我们去旁边小公园去逛逛吧。哎，你说他腿都这样了，他走什么呀？还是他王宇明抱着他呀？那你们家老王呢？他怎么不拒绝呀？你别跟我火，我好不容易才忍下来了。我得大度，我得给他阳光。我觉得我现在怎么就那么虚伪啊？哎，你不是自己说了要自我拯救的吗？就当是成长了。你就先这么虚伪着，虚伪着虚伪着就自我催眠了，到时候就真大气了。我给你支个招，你们家那老王不是工作作忙吗？你赶紧发动外援啊！什么呀？听不明白啊！哎呀，我现在火直往头上拱，我听不明白。哎呦，这女人啊，一上火智商就直线下低了。你让那个杨小宝赶紧把你们家老王给叫走啊！对啊，你给小北打电话。我一会儿还得出去了，我现在得稍微平静一下我的心情，还得微笑，虚伪一下，是吗？成长，淡定啊！医生嘱咐你的话，你一定得记住了，知道吗？像这种双焦鱼头这么辣的东西就不能吃了，不容易康复，知道吗？知道啦。哟，都吃差不多了，要不叫老板买单吧？别，你还没吃呢。我不饿。江律师，你今天忙吗？我最近都不怎么忙。你看今天这饭吃的，你也没吃什么东西，也没说话，要不然一会儿就让宇明陪我吧。哎呦，我呀，可以啊。我都觉得挺尴尬的，你不觉得呀？稍等。哎，小宝，怎么了？死循环？怎么会出现死循环呢？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来啊，等我马上到啊。哎，好嘞，哎，那个小韩，不好意思，我公司有点事儿，我得先回去。你去吧，反正今天的风也放了。哎呀，你看，真是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公司啊刚起步，这个项目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，我要不回去吧，这仨都得抓了瞎啊。好了，你别解释了，再解释就没意思了。哎，老板买单。哎，来了。多少钱啊？老顾客给你们打个折啊，160，160。哎，怎么样？口味还可以吧？啊，行，怎么样？这菜还可以吧？这个应该挺好吃的吧？我也没吃着。那下次有空你们俩，你们仨下次有空再来啊！一定，那刚好啊。好，刚好啊。那是干嘛呀？还要人家开口啊？那个，我先上班去了啊，那你也就送他进去吧啊。赶紧去吧。啊，小韩，康复这事儿别着急，得一步一步来，好不好？啊，别啰嗦了，赶紧走吧。哎，我走了。干嘛？非要撵我走？
到头来还是我送你回去。谢谢你啊，江律师。我想下来走走。下来，你没搞错吧？你腿这样，你活动？我都住了2个多月的医院了，一个人躺久了，意志都会跟着倒下去。今天高兴，我想下来活动活动。我相信，我一定能恢复到和以前一样。你真想下来走走啊？嗯。那我也扶不动你，我帮你去借副拐杖行不行？好。你行不行啊？我觉得我这脚可以受点力了。哎，大姐，要不这你还是别走了吧？不是你觉得又不是医生觉得，你让我背你回去行不行？这太可怕了！你在这儿，医生不是说可以适当的活动活动吗？没事儿。不是你没事，我有事，我在旁边看得心惊胆战的。我们再试试。你也别跟我犟了，好不好？我背你回去。你想，你这脚要好了，那雨明不就不来看你了吗？我的脚要是好了，我就去找他。哎，我说你这么飒一女的，干嘛老为男的跟我在这耍心眼啊？你不是一个人在医院闷得慌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小韩，你没事吧？小韩，你没事吧？小韩，医生，医生！本来恢复到这种程度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现在同一个位置又2度受损，你们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对不起啊，大夫，是我们太不小心，太大意了。他现在严重吗？骨伤的问题我们可以想办法，但是神经损伤本来就是个未知数，现在就更不好说了。你们也别压力太大，既然已经这样了，就得面对现实。以后呢，小心点照顾，我们也会尽量想办法。哎，谢谢您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谢谢医生。对不起。行了，别担心了，他会好起来的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可是你来医院照顾他，你是不是故意的呀？咱们能不能不再纠结这件事儿了，行吗？那我也做不到看着你去照顾你前女友，我心里还能踏踏实实的呀。你看，我已经答应让你来照顾他了，你说你心里还装种小心思，你有意思吗？哎，他万一要是站不起来了怎么办？那我都跟他说了，让他不要自己走，他自己非要站起来的。还有，小宝打电话催着我回去，是不是你指使的呀？我没干过这种事儿。行，咱说好了，咱们别再为小韩的事纠结了，行吗？那你俩一起去你们以前吃过的餐厅，点以前点过的菜，聊得热火朝天，还抱进门抱出门的，最后还一块逛公园，他还撵我走，那换做我你能舒服吗？是你对我太没有信心了，我以为你回来了，我们就应该重新开始了。从哪儿开始啊？从对彼此的信任开始。你说你揣这么多心眼儿，你让人不舒服了，你知道吗？是我心眼多行了吧？我心眼多到我为了护着他，我后脑勺子磕地上都没跟人说过。你磕地上了，那我看看来，让我看看，看看磕哪儿了，疼不疼啊？啊，我看看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哎呀，我看看。哎呀，你这别着急，你慢慢说。那好，那我晚上回来。怎么了呀？啊？我姐丢了，你去照顾小韩吧，我走了。哎呀，你这样，我去跟小韩打个招呼，我陪你去啊，你等我啊，
等我一下，马上啊。